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副将，这事不怪百夫长，是那江令狐先挑事的。他……你先别说话。张领月，你来讲。面对父亲满脸的冷意，张领月倔强地抿了抿嘴，将事情经过讲了出来。讲完望着父亲，一脸无畏道：事情是我一人做的，要打要罚，我认。虽然是情有可原，但张领月你不遵守军规，在军营里聚众闹事，当罚30军棍以。慢着！接着走进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，只见他满脸浮肿，眼袋奇大，眼底青黑，一看就是酒囊饭袋之徒。虎儿，你等着，我这就让杀你的仇人给你赔命。说完站起来，走到张领月面前，用阴冷的眼神盯着他，不分青红皂白道：是你杀了我儿子？不是我杀的，你儿子是被他自己的安妻杀死的。还敢狡辩？我没有狡辩，江监军要是不信，可以问在场的人，大家都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江令狐原本想用袖箭偷袭张百夫长，谁知最后袖箭竟然射中了他自己。围观的士兵们，有的人跟张家关系好，都齐齐为张领月作证。他们甚至觉得，也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江令狐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才让他死在自己的偷袭之下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吧。就算是我儿是被自己的剑所杀，那又怎样？若不是你张领月要与他决斗，那剑又怎伤得了他？这事可怪不得张百夫长身上，决斗的事情也是江令狐自己挑起的。他为了逼张百夫长与他决斗，不止辱骂张百夫长，辱骂张家人，甚至还定下了生死状。如今他死在自己的剑下，根本就怪不了别人。你们不想死就给我闭嘴！我说人是张领月杀的，那就是他杀的。不管如何，他今天必须给我儿子偿命。张监军这话过了，事是江令狐挑起的，他的死也是因为自己心术不正，害人不成反害己，这事儿怪不得张领月身上，更谈不上给江令狐偿命。怎么，张副将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末将不敢。苏沐雪见张大舅嘴太笨了，不知反击，气场都被那个江监军压着，不由出声帮忙反击。造反？造谁的反？真是奇怪，什么时候这轩辕家的江山变成姓江的了？你是谁？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知道啊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监军吗？不过是臭泥鳅沾了点海水，还真拿自己当海鲜了。竟敢把自己当作皇帝，莫非你还想图谋这东篱的天下不成？哼，你简直就是在找死。我找不着死说不准，但是你死定了。黄口小儿竟敢如此嚣张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，然后再杀张领月。江云丸说完，拔出长剑朝苏沐雪刺去。张启谋心中焦急，刚想出声阻止，轩辕锦在一旁淡淡道：张副将，有些脓疮该解了，要明白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的道理。张启谋听到外甥的话，想起这些年来张家人受着江云丸的窝囊气，还有他越来越过分的做派，想阻止的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。苏沐雪的功夫是轩辕锦教的，岂是江云丸这种整日只知醉生梦死之人可比？几个回合下来，他就被苏沐雪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恼羞成怒的他对着将士喊：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我今日在谋杀谋反的反贼，我看谁敢上前来当帮凶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，本监军一片忠心为皇上和太后，怎么可能谋反？你这卑鄙的小人，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。一片忠心，这话你觉得别人会信吗？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相信大家有耳朵的都听到了。张副将不过没有顺从你江拥固就是谋反，这造反之心难道还不明了吗？明明都已经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了，你怎么还有脸说自己一片忠心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一定要跟本监军过不去？有本事
把你的名字说出来。我看你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，你算老几，也配知道我是谁？怎么，现在想知道我是谁，想过后报复我？可惜，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可是太后的亲侄子，你若是杀了我，你也不会好过。不只是你，就连张家人都要跟着我陪葬。你确定要连累这么多人吗？是吗？那我就杀了你试试，看看大家要不要给你陪葬。张副将，你身为军中副将，竟然不阻止下属刺杀朝廷命官，信不信我写信回京参你们张家一本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？张启谋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吭声。远州说的对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废话真多，想要往京中参别人，那也得你有命参再说。说完，手中剑更是凌厉无比地朝着江庸丸刺去。好不容易躲过一击的江庸丸却没那么好命，再躲过第二击，被苏沐雪一剑穿胸，顿时鲜血像水柱一样飙出，染红他胸前的衣襟。见江庸丸已死，张启谋咬咬牙，当机立断，吩咐人去把江家爪牙全部控制起来，不让他们有机会往外传递消息。轩辕锦提醒大舅，让他去找二舅，一起趁此机会把嘉谷关里所有别人的势力都拔除了，将整个嘉谷关的控制权彻底掌控在张家手中。外祖父，嘉谷关如今已经被张家握在手里，就别再让人有安插眼线进来的机会。朝廷的事就不必再管，以后只管守护好这边关就行。若是皇上或太子派人过来，你们应付不了的，就记得给我捎信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我明白的。以后张家会诸事不理，只管守护好嘉谷关，不让敌国有机可乘。苏沐雪想到张家如今跟朝廷决裂，今后的兵马粮草就得自己来解决，边关战士的吃住问题都是大问题。他向张老将军提议，外祖父，往后朝廷肯定不会再提供粮草给嘉谷关了。我有些土豆种子，这东西好种，而且收成不错。你把土豆种发给全城的百姓，让他们大量种植，到时候让每家从总收成里拿出30%给你养军队，把百姓给的30%加上你们军队也自己开荒种一些，基本就能解决粮草问题了。沐雪呀，你这土豆当真能解决我们的粮草问题？当然，我们阳城关已经种2年多了，平常的田地240步基本能收2000斤左右，有百姓们施动的好，甚至可以收3000斤。况且土豆可以1年种2季，这样下来完全可以解决你们的粮草问题。这个土豆的种子现在在哪里呀？我们可以看一看吗？我早就已经让人送过来了，估计这2日就能送到。等到了，我做些给你们尝尝。苏沐雪空间里有的是土豆，但她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个秘密，所以故意拖延2天，免得引起张家人的怀疑。到第3日，苏沐雪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把土豆从空间里拿出来，花了10两银子请人运到将军府。沐雪丫头啊，这土豆真能像你说的收获那么多吗？张老夫人望着筐里一个个黄澄澄的大土豆，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长得像水果般的食物，也不知道这是长在地上还是结在树上的。回外祖母，当然能的，等嘉谷关之后种过就知道了。哦哟，表嫂，这么大个要怎么吃？这个是改良版的土豆，个大皮薄，可以当主食，也可以做菜吃。当主食只要煮熟就行，做菜的花样就多了，煎、炒、炸、凉拌都行，而且做出来的味道各不相同，不过都很好吃就是了。表嫂，我们今日可以吃吗？你这丫头啊，最是嘴馋，这是拿来做种子的，怎么能吃了呢？没事，我拿过来的多，今晚就给你们做一桌土豆宴尝尝。表嫂，你做的肯定特别好吃。多谢表妹捧场，那一会儿你们就帮我打下手吧，今晚让你们吃一顿不一样的土豆宴。苏沐雪让下人把洗干净的土豆削皮，教他们切片或切丝儿、切块，有的直接放到锅里蒸。
等准备工作做好，苏沐雪亲自下手，做了清炒土豆三丝、凉拌土豆丝儿、土豆鸡块、土豆烧排骨、土豆炖肉等，还做了油炸土豆片、火山土豆泥、炸薯条等等，总共10几道，全跟土豆有关。他做菜的时候，香味飘的整个厨房都是，勾得2个小姑娘在一边滋溜滋溜的吸口水，好香啊，实在是太香了。你们俩帮我尝尝咸蛋。这个我们在行。2个姑娘高兴地拿起筷子，迫不及待地尝鲜。咸淡适中，土豆软糯香甜，实在太好吃了。七妹说的对，没想到这个土豆这么好吃。表嫂，我还想吃一块。苏沐雪又给他们每人盛了一些，然后把菜装进盘子，又开始快速炒起另外一种。等菜做好全部端上桌时，男人也从军营回来了，闻到不同于往日的香气，大家都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。今日做的是什么菜啊？怎么这么香？今日你表嫂做土豆宴，这香味儿啊，我都已经闻了一下午了，现在觉得饥肠辘辘的。你们呀，快点梳洗，早些用膳吧。土豆宴，就是表嫂说的那种土豆做出来的菜吗？就是，快些休息吧，准备开席了。等大家来到桌前，看见桌上摆满各种各样用土豆做的菜，香味一阵阵的扑鼻而来，都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脑海里只有一个字：香。不错不错，比我们往日吃的素米还要好吃许多呀。一顿饭下来，桌上的菜全部被一扫而空，连汤汁都被抢了。最后大家意犹未尽地摸着滚圆的肚子，想到往后能吃到这么多好吃的土豆，心里忍不住欢喜起来。表嫂，这土豆现在能种吗？按你们这边的气温来说，春土豆种植的时间是开春的2、3月份为好，秋土豆的种植时间最好是在8月左右。现在的时间刚好适合种秋土豆，你们可以抓紧时间让人种植，大概100日就可以收获了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好了！祖父，你明日就贴告示，让百姓们种土豆吧。咱们军营开荒种土豆的事，就由我来领头干。饭后，苏沐雪把该如何种植土豆的方法写在纸上，叫轩辕锦拿去给张老将军。远州这么晚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外祖父，这是沐雪写的土豆种植方法，你们只要按照上面的法子来种就行了。张老将军笑着接过单子瞧了瞧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好，望着这个人中龙凤的外孙，语气真诚地说道：哎呀，这次甲骨关真是多亏了你和沐雪了，我代表张家和甲骨关的百姓谢谢你们。我和沐雪既是东离国的人，那这些事情自然都是我们该做的，外祖父不必如此客气。刚刚在外面听到的话，轩辕锦抿了抿唇，还是决定问出来。外祖父，我娘真的是太后害死的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只是听你们刚刚聊的话题中隐约提到母妃和太后，又联想起您说过京城进不得，从中推测得来的。说实话，听到这样的消息，轩辕锦心里很复杂。他虽然跟太后关系并不是特别亲厚，但好歹也是因为他有明面上的护着，才让他得以长大成人。如今听到他竟然是自己的杀母仇人，是害自己从小失去母亲疼爱的人，说实话，换成是谁，只怕心里都不会好受。外祖父，你们知道些什么，就告诉我吧。自从你母妃去世后，我们就一直不相信一向身体很好的她会生病离世，所以一直在暗中追查真相。可那时候我们张家人官小，在京中又没有什么根基，当然就查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。原本还想通过你问一问宫里的情况，可那时你已经被江敏之带到慈宁宫抚养了，而且他还很排斥你跟我们接触。
我与你舅舅们当时还以为他是害怕你跟我们接触多了产生感情，以后若是产生什么想法会对他儿子产生不利。于是为了你能在他的膝下平安长大，我就向当时的皇上申请来了甲骨关，这样也等于是在向江敏之投诚，告诉他我们张家没有二心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地善待你。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子过去了，可前些日子我们偶然间发现了你母妃宫中的一个宫女，她告诉我们说，当初害你母亲的人就是江敏之啊。那个宫女现在在哪里？我已经将她安排在了甲骨关一处安全之所，你若是想见，明日我就将人带过来。外祖父又是怎么发现她的？这事儿说来也巧，听那宫女说，当初你母妃宫中的人事后都被处理完了，而他则是使了银子才从宫中逃出来的。出宫以后害怕被灭口，就一路东躲西藏，到了边关定居，平时一帮人将洗衣物为生。有一次你大舅舅外出时，刚巧救了因劳累过度晕倒的他，那宫女醒来，知道救他的人正是你母妃哥哥，于是就把真相和盘托出了。不过当时江永完还在，为了避免宫女被江家发现，我让你舅舅给他找了处隐蔽的地方藏起来。当时我想着，若是你日子过得好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若是江太后想对你不利，而你又顾及她的养育之恩不能反抗，到时就让这宫女告诉你真相，免得你白白去折在太后手里。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，张老将军事事都在为这个女儿唯一的骨血做打算。作为当事人的轩辕锦心中说不感动是假的。外祖父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当初我无能，没能把你的母亲留下，让她去了那吃人的宫中，导致最后英年早逝。如今你是她唯一的孩子，我当然要为你多做些打算了。皇上要选秀，各官家的妙龄女儿都必须要参加。他当初没有能力留下女儿，如今只希望这个外孙日子能过得好，让女儿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。轩辕锦沉默地回到屋里，静静地坐在床沿上。阿锦，出什么事了？母雪，我刚刚听外祖父说，他找到了母妃宫里的宫女，证明杀害我母妃的凶手是太后。苏沐雪一顿，想起当初初见姜太后的情景。虽然那姜太后努力想表现得和蔼可亲，好像多疼爱轩辕锦似的，可她当时就总觉得这老女人很假很虚伪，当时还以为自己多心了。我曾经是很感激她的，虽然她没有给我太多的母爱，但也是她让我一个失去母妃又没有靠山的年幼皇子，在冷酷的皇宫中活了下来。所以去了战场之后，我努力地向上爬，哪怕成了东离国的战王之后，也从没想过要去争那个位置。甚至在众皇子争抢皇位的时候，心甘情愿听从他的话，用手中的权力扶持皇兄登上皇位。曾经视为恩人的人，如今却变成了弑母仇人，这样的转变让他心里一下子有些接受不来。阿锦，不要难过，等问清那宫女缘由之后，你想要怎么做，那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，不管你要如何决定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沐雪，谢谢你，幸好有你在身边。夜深了，快去洗漱安置吧。翌日，张启谋就把那个宫女带来张府。
一进门，他的眼光就放在轩辕锦身上，眼眶中含着喜悦欣慰的泪水。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小主子，因为男子眉宇间跟主子很像。奴婢听兰拜见九皇子。你是听兰姑姑？对，就是奴婢。没想到九皇子您还记得奴婢。本王记得，那时候你经常用柳条、藤条编各种各样的动物和篮子，逗本王看戏。轩辕锦那时虽然年纪还小，但依旧有些印象。这女子好像就是母妃宫中2等宫女听兰。听兰姑姑，听说我母妃是被太后害死的，你能跟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吗？当然可以。奴婢记得，当时您年纪虽然小，但是天资聪颖，学什么东西都快，而且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别的皇子学什么东西都需要好几遍才会，而您只需要1遍就会了，也因此深得皇上的喜爱，曾经不止一次夸您有天赋，甚至因为喜欢您，还想给梅嫔娘娘升妃位。皇后知道后，担心您风头太过，威胁到她的儿子，就唆使舒美人给您下毒。没想到皇上大怒，下令宫中彻查，将所有加害您的人，包括舒美人，全部都灭了9族。那一次死了好多人，可因为皇后不是直接参与，所以逃过了一劫。她惧怕皇上，所以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害您，但她也害怕主子升妃位会给您带来依仗。刚好那时候主子怀孕了，皇后就使计让她小产，又趁主子小产的时候做了手脚，让她一尸2命。当时的长氏姑姑月如发觉不对劲，立马就想控制动手脚的稳婆，却被皇后身边的大太监带人灭了口。奴婢当时看见李公公神色不对，就躲在了暗处，这才逃过一劫。奴婢当时害怕极了，慌忙找到宫中的小姐妹，在她那里躲了一晚。一日就听说芷兰宫所有的人都被处死了。奴婢害怕被灭口，就打扮成太监，又在好姐妹跟她的对食帮助下，贿赂当时的采买太监，偷偷逃出了宫。奴婢原本想来张家找人的，可后面看到张家的门口有人监视，就不敢轻举妄动，又担心留在京城被皇后的人发现，到时候自己被灭口不说，还要连累宫中的小姐妹，所以只得咬牙逃出京中，一路来到了边关。轩辕锦没想到，因为自己的原因，竟然害得母妃和未出世的弟弟还是妹妹从此失去生命，心里顿时悲痛万分。可他又一事不明白，为什么姜太后害死母妃，最后却将自己留下了？当他问出来的时候，屋里的人也都沉默了，显然他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姜太后会这么做。我觉得姜太后之所以不杀阿锦的原因有几点。第一，是因为她当时最得皇上看重，最得宠的皇子若是死了，皇上肯定震怒，势必会下令彻查。可天下凡是做过的事情都会有痕迹，而皇上的影卫们也不是吃素的，到时肯定会将宫里查个底朝天。杀阿锦的风险太大，姜太后不想冒这个险。第二点，姜太后不仅没杀他，还把他养到自己名下，并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，而是想借此博个贤后的名声，让皇上对他这个大度的皇后更加看重。第三嘛，当然是这没有母妃的皇子在宫里掀不起什么风浪，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不仅可以就近监视，还可以拿他做法子，引得皇上多来他的宫中，让他的儿子跟着阿锦多在圣上面前露露脸，正好可以一举多得。轩辕锦想了想，好像还真是这种情况。那时父皇每次来宫中的时候，姜太后都会让皇兄跟他一起到父皇面前请安，
而皇兄那时候也会对他特别的好，真像一个爱护弟弟的好哥哥。若是我猜的没错，当时的姜皇后只怕还曾让阿锦疏于学业，甚至让他在皇上面前不要表现得那么出色吧。确实是有这么回事。以前姜皇后老是在我面前诉苦，说皇兄如何不受父皇喜欢。姜皇后还让我多帮帮皇兄，让他在父皇面前得些宠些。所以后来父皇在问我学业的时候，我会故作回答不出来。我还记得那时候父皇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失望，但是渐渐的对皇兄倒是耐心了起来。还有我9岁时，身边有个小太监，总是用各种法子想让我去玩。可是我这个人天生喜静，并不搭理他。在努力了2个月之后，那人后来再也没有来找过我，然后他也不见了。那肯定是没有完成主子交代的任务，然后办事不力被灭口了。毕竟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，没完成主子交代的任务，奴才的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张家父子都听得替轩辕锦捏了一把汗，那江敏之想废远州之心真是恶毒。还好这孩子心智坚定，后面进军营也早，不然如今只怕还有命在，都已经变成一无是处的纨绔，哪里还会有如今这个战王存在。事情说完之后，张老将军叫下人将听兰带下去休息。屋里只有自己人时，张启霄满脸愤恨道：哼，这个姜老太婆曾经对远州做过那么多阴毒的事情，如今怎么还有脸道德绑架她？没想到外甥小小年纪在宫里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他心疼不已。远州，幸好你们聪明，装病没有去京中。现在看来，那姜太后绝对是没安好心的。以后这京城咱不去了。我现在改主意了，京城是要去的。姜太后杀了我母妃，作为人子，这仇我不能不报。可是京城现在很乱，你若是去，只怕会麻烦不断呢。张老将军面露担忧，他的女儿已经折在宫里，他不想外孙再出事。外祖父放心，我是要去京城，但并不是现在。我要等到他们几方势力狗咬狗之后，再回去坐收渔翁之利，然后跟宫中的人好好算一算账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坐上那个位置的轩辕锦，在听到母亲一尸两命后，这一刻心境完全发生了变化。远州啊，需要我们做什么吗？外祖父、大舅舅、二舅舅，你们什么都不必做，只要好好守着这里，不让觊觎东离国的人有机会攻入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交给我们来做。他如今虽然有心争那个位置，但他守护百姓的初心不变，不会因为自己的思念就置天下百姓于不顾。几人商量了一下午，薛元锦找到听兰，问他愿不愿意去阳城关生活。听兰摇了摇头，说他已经习惯了这儿。张家父子也保证会安排好听兰往后的生活。薛元锦没有再多劝，而是给了听兰一些财物，希望他以后日子过得好一些。转眼过去了10来日，夫妻2人也要回到阳城关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苏沐雪给张家留了一匣的手榴弹，让他们在敌军派大军来挑衅的时候，就往人堆里扔2颗，以此震一震敌军，让他们不敢轻易攻城。他之所以给了张家人一匣子手榴弹，那是因为如今嘉谷关是张家的，这就等于是轩辕锦的后盾，所以苏沐雪绝不让这里有任何损失。我们不在这些日子，军中的情况如何？军中一切都好，就是前2日太后那边又捎消息过来让您回京，随信来的还有1名御医，不过被我拖住没让他进府。主子，看来太后那边对你装病的事情起疑了，若是不让太医诊脉，恐怕不好交差啊。那就让他诊呗。对哦，我差点忘了王妃会医术这事。那明日我就让太医过来一趟。你现在去把人带过来吧。好的，王妃。临河参见锦王妃，参见锦王爷。免礼。锦王妃，下官奉太后之命，特来为王爷整治身体，不知可否方便让下官把脉呀？
不是我看清凌御医，就连药王谷的人都束手无策，你又能如何？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也不多一人看诊，不如就让下官瞧一瞧吧，免得太后她老人家担心呐。让太后费心了，那劳烦凌御医你再瞧瞧吧。苏沐雪将轩辕锦的手腕拿了出来，林和连忙上前伸手诊脉，越诊他的眉头皱得越深。凌御医，王爷的身体如何？你能治吗？下官学艺不精，请景王妃恕罪呀。苏沐雪的脸色从忐忑到希望，然后到失望，最后变成绝望，表演的一气呵成，让谁看都是一个因夫生病而伤心无助的小女子。对不起，景王妃。是我家王爷命该如此，不怪你。玄策，送凌御医下去休息吧。是，王妃。凌御医，请。林和不由得又叹了口气，这才随玄策离开。直到完全听不见脚步声了，苏沐雪立马坐起身，眼中哪还有半分伤心，快速伸手把轩辕锦身上银针取下，拍了拍男人。表演结束，可以收工了。没想到沐雪你骗起人来也是一套一套的，若不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，只怕都以为自己要药石无医了。你也不错嘛，刚刚那副虚弱的样子，让谁看了都以为你病入膏肓了。连这方面都默契十足，看来我们果真是天生一对啊。轩辕锦笑着让人打来洗漱的水，用苏沐雪给的卸妆水把脸上的妆容卸掉。苏沐雪站在旁边看他卸妆，嘴里饶有兴趣道：这下太后就没法子让你回京了。那老太婆一边想利用阿锦的能力帮他们平息内乱，一边又想算计他的命，真是既要又要，想屁吃呢。对于这种人，他只想说一句：帮不了，帮不了一点儿啊。阿锦，这老太婆既然这么关心你的身体，要不要给她来点回礼？我让人给轩辕锦书传消息，说太后正在四处搬救兵，想要杀了他，以此让他们的争斗来得更激烈点儿，这算不算回礼？算，必须算。京中，景福宫。你说轩辕锦是真的病到起不了床，不是故意在装病不回京的？回禀太后，臣亲自把过脉，景王妃确实病得很重，可能寿延不长了。那景王妃是何种状态？姜太后还是有点不相信。可能因为整日照顾景王，有心中忧虑的关系，景王妃整个人看起来形销骨立，憔悴不已，整个人都沉默了不少啊。来人，去请三皇子进宫一趟。太子府，当轩辕锦书收到确切的消息，知道太后竟然真的三番五次派人四处求救，还让人去了阳城关搬救兵，想让轩辕锦回京救出皇上时，心里大吃一惊，急匆匆过去找他最信赖的宠妃商议事情。太子殿下何事如此惊慌呀？轩辕锦书将太后四处搬救兵，还请轩辕锦回京救驾的事情都说与宠妃听。英妃听完娇俏一笑，太子殿下放心，世人皆传锦王爷已经病入膏肓，不要说回京就救驾了，就是连起床恐怕都难了。太后如何能把他搬得来呀？轩辕锦虽然起不了床，可他那个王妃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万一他真带兵来救父皇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轩辕锦到现在都还记得苏沐雪那嚣张跋扈的样子，一想起他就感觉自己脸还在隐隐作痛。要不这样，我修书一封回镜花国找君上，求他带兵牵制阳城关，这样陛下就不必再担心景王妃带人回京坏你事儿啦。如此甚好。婴儿，你可当真是本太子的好侧妃啊！此事若成了，本太子重重有赏。太子殿下是我的夫君，帮你也是应该的。
婴儿不求什么赏赐，只希望你在登上那95至尊的宝座时，不要忘了婴儿就好。哎，本太子忘了谁，也不会忘了婴儿你这个军师啊。等我登上了那个位置，到时候定会封你做我的皇后，与你共享着东离盛世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给本太子滚开！轩辕锦书一脚将他踹开，接着硬要往里闯。太子殿下，太后正在休息，您有什么事迟点再来吧。再敢阻止，信不信本太子杀了你？太子好大的威风，竟然到哀家宫中来撒野。孙儿不敢，孙儿只是听说皇祖母3番5次的密传懿旨，想叫9王叔回京救驾，所以想问问皇祖母，父皇身体不适，孙儿作为太子体恤父皇，不想让他日夜操劳累坏了身子骨，所以才让父皇在养心殿中修身养性。不知这救驾2字从何说起？姜太后没想到轩辕锦书竟然知道了自己的计划，心中有些惊疑，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？太子这话是听何人说的？哀家只是许久未见锦王，心中甚是想念，想看看他如今过得好不好而已。何时说过让他回京救驾的话？太子可不要因为外人的挑拨离间，坏了我们的祖孙之情呢。哦，是吗？听说皇祖母不只找了9王叔，还找了其他将军回京救父皇，难道也对他们很是想念，所以才想让他们进京叙旧？姜太后听完轩辕锦书的话，他什么时候找了其他的将军？这事情找的人越多，败露的越快，他又不是嫌命长了，怎么可能去找不可靠的人来做？之所以找轩辕锦，那是他知道这个人是重情之人，冲着自己养大他的这份恩情，只要一日不知梅嫔的事，那自己开口让他救驾，他就一定会来。哼，既然皇祖母年纪大了，还是在景福宫里安安分分的颐养天年为好。你想囚禁哀家？哎呀，皇祖母说笑了，孙儿怎敢囚禁您呢？孙儿只是顾及到皇祖母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所以才让您在这景福宫里好好的修身养性而已。你敢？来人，给我将景福宫围起来，里面的人若想走出来一步，格杀勿论。轩辕锦书，我是你的皇祖母，你这样大逆不道，就不怕天下人知道耻笑吗？你不说我不说，天下人如何知道呢？说完又对着外面的禁卫军大声道：将这景福宫给我围好了，连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出去，若是走出一个人，你们就提头来见吧。是，太子，我们一定会严守的。皇祖母，那孙儿就不打扰您修身养性了。父皇，交出玉玺，否则别怪儿臣不顾父子之情了。逆子，难道你想弑父不成？哼，儿臣的耐心是有限的。今日父皇若是再不交出玉玺，那儿臣就大逆不道一回，要做一做那弑父之人了。你敢？轩辕锦书冷冷一笑，直接将剑刺入他的身体做回答。交还是不交？杀了我，没有玉玺，你也无法登基。哼，你若实在不愿意交出玉玺，被逼急了，我大不了到时候做一个假的先应付过去。反正只要杀了你，我这个太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，不是吗？轩辕龙看了一眼太子认真的眼神，又瞧了瞧流血不止的伤口，知道今日若是不交，轩辕锦书真的会杀了他。我交。父皇若早这么识相，不就少受这份罪了吗？对于他的小人得志，轩辕龙没有搭理，而是转身朝龙床走去。轩辕龙走到龙床上摸索一阵，
打开床上暗格，从里边拿出一只黑乎乎的东西，轻轻抚摸几下。这就是他当初找长流派买的手枪，其他的因为会伤人，全部扔了。如今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支，而且子弹也全部用完，只有枪里这4颗，不过用来对付轩辕锦书是足够了。父皇，玉玺拿到了没有？快些交给儿臣吧。这就给你。轩辕龙脸上挂起一抹阴寒，抓起暗格中的手枪，转身朝身后不孝子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正在激动中的轩辕锦书一时不察，胸口上方被打了个正着。父皇，你怎么也有这个东西？不，这东西。轩辕龙没有回答他，看到刚刚那一枪没有正中胸口，举起手就要补第2枪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求你饶过儿臣这一回吧。儿臣保证以后会安分守己的。求你不要杀了我，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呀。晚了，你刚刚用剑刺杀朕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要饶过朕？怎么没有想过朕是你的父皇呢？儿臣救驾来迟，让父皇受惊了。啊，轩辕玉主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父皇，您受伤了。啊，被轩辕锦书这个逆子刺了一剑。皇儿，你快点喊太医过来，给朕治伤。只是轩辕玉竹像是没有听到一般，反而微笑着一步步朝他走过来。察觉到不对劲儿的轩辕龙，刚刚才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啊，三皇儿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哈哈，父皇，你现在一定很痛吧？这样，只要你把玉玺给我，我立马就帮你喊太医过来，如何？轩辕玉主，莫非你也想造反吗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父皇这话说到哪里去了？明明是皇兄想造反，而我只是进宫救驾的，不是吗？轩辕龙望着眼前不同以往的三儿子，不由眯了眯眼睛。啊，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？父皇，你在说什么？儿臣好像没听懂啊。呵呵，别装了，当初鼓动我杀朝臣的事，你也在背后出了不少力吧？这真是没看出来呀，原来身边竟然藏了这样一条毒蛇，装了这么多年的懦弱无能，竟然都没有人发现。你的城府可真够深的呀。父皇说儿臣这些年装无能，这个我承认，毕竟您一直都不喜欢儿臣。我若是不装的懦弱无能一点，只怕下场会比九皇叔更惨吧。父皇，不管你交不交出玉玺，我都将是这东离国的下一任帝王。你若是交出来，我还可以让你死得更痛快些。轩辕玉竹边说边用手戳轩辕龙的伤口，原本就流血不止的伤口，这一下流得更厉害了。你这个逆子，真是歹毒之极啊！轩辕锦书这个蠢货逼宫的事，恐怕也是你在背后策划的吧？哎呀，父皇，这件事您还真误会了儿臣。逼宫的事情还真是轩辕锦书自己干的，儿臣呐，只是将计就计而已。对于三儿子的说辞，轩辕龙显然是不相信，只是他信不信，轩辕玉竹并不在乎。他如今只想拿到玉玺，然后成功坐上皇位。不过轩辕龙也不想束手就擒，悄悄将手伸进怀中，想掏出手枪，如法炮制杀掉轩辕玉竹。只是他的手刚刚伸进怀里，就被轩辕玉竹眼疾手快一剑刺穿，痛得轩辕龙大叫出声，手中的枪就这么掉在地上。父皇，你是想用杀轩辕锦书的手段来杀我吗？你想如何？
轩辕玉竹把手枪慢慢琢磨了好久，然后把里边唯一一颗子弹浪费掉了。这下手枪彻底没用了。哈哈，父皇你是知道的，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你休想！既然如此，那父皇就别怪儿子心狠了。轩辕玉竹说完，捡起地上长剑，直接刺进父皇的胸口。原本就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轩辕龙，在这用力一刺之下，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，就命丧黄泉了。轩辕玉竹缓缓转身，把剑放到早已死去多时的轩辕锦书手上，然后走到轩辕龙身边跪下，抱起他的尸首，撕心裂肺地哭喊：父皇，你快醒醒！来人呐，快救太医呀！外面赶来的人听到他的哭喊声，都大吃一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本皇子听到皇兄要对父皇不利的消息，就急急忙忙带人赶过来，想要救驾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来迟了一步。轩辕玉竹断断续续的解释，说到后面已经悲痛欲绝到讲不出话来。看到太医院院正过来时，他就像看到救星一般，急切地喊道：郑太医，快过来给父皇看看！郑太医不敢怠慢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，跪在他身旁，抓起轩辕龙的手腕，急切地拔起脉来。须臾，他面色悲痛地松手。三皇子节哀，陛下宾天了。父皇，是儿臣不好，儿臣来晚了。三皇子节哀，这是轩辕锦书犯下的错，不关你的事，不必如此自责呀。是啊，三皇子，如今圣上已宾天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依老臣看，还是把太后找来商量一下继位，还有如何处理轩辕锦书的事情吧。李太傅言之有理，来人，去请太后，记得先不要跟他老人家讲皇上的事，我担心他会一下子受不了刺激出事。轩辕玉竹这番话让在场的人对他的好感又上升了几分。平常见着三皇子唯唯诺诺，半点没有主见的样子，没想到遇到事情的时候竟然这么冷静，又心思这么细腻周全，真是有做人君的潜质啊。轩辕玉竹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大家，低头的瞬间，嘴角轻轻扬起。信子大人，东离国的狗皇帝跟狗太子已经死了，那轩辕玉竹正忙着登基呢，您这边准备的如何了？放心吧，他当不了皇帝的。长心子说完拍了拍手，从屋里走出一个12、13岁的男孩，见到两人，男孩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。韩剑拜见新子大人，拜见绿枝姑姑。哼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像啊？哪里是像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大人，你从哪里找的易容师？这易容术真是太绝了。我可没那么大本事，是宰辅大人推荐的。等杀了轩辕玉竹，让韩剑登基，这东离国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长心子得意一笑，他们这些年的辛苦谋划，如今终于有了成效。望着眼前毕恭毕敬的男孩，长心子嘱咐道：韩剑，从今以后你要记住，你的名字叫轩辕南萧，是东离国11皇子，记住了吗？多谢新子大人提醒，轩辕南萧知道了。好了，先下去吧。轩辕南萧躬身离开，长心子问：我们从镜花国带来的人都安排妥当了吗？除去一部分给轩辕玉竹用来迷惑他之外，其他的人都被安排在妥当之处，只等您的吩咐了。如此甚好。长心子满意的点点头，又吩咐道：都这么久了，他们的东离话学得如何了呀？回大人，只要不是太复杂的，一般对话完全没有问题。那就行，你让他们学习好东离国的风俗人情和打扮，等韩剑登基之后，一部分人留在宫中做侍卫，另外一部分人分散到各个军营中去，取代军中将领，
为我军进攻东离国做准备。如今万事已经具备，大人您打算什么时候让那轩辕玉竹归西？这事儿已经交给瑞穗去办了，相信不日就会有结果的。真是太好了，等轩辕玉竹一死，韩建登上皇位，再把姜太后和那些有影响力的妃嫔找机会弄死，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持着东离的江山了。等到换国成功，君上掌管了这边土地，到时候我们可就是立下大功之人，我们背后的家族也从此可以名声鹊起，变成贵族了。哼，看来这朝中的事已经告一段落了。轩辕南萧现在才有空闲过来招惹我们，说来也怪哈，轩辕锦书跟轩辕玉竹两个人当初斗生斗死，结果没想到竟然给轩辕南萧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皇子捡了个大便宜。哎，阿锦，你对这个轩辕南萧了不了解？这个轩辕南萧以前倒是见过几次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性子比较沉闷，而且为人懦弱，没有什么主见。登基之后竟然变得如此残暴嗜杀，着实让人有些不能理解。因为轩辕南萧颁布祸害百姓民生的事，他已经准备要出手整治了，没想到自己还没出手，他竟然要把手伸到阳城关来了。他会不会跟轩辕玉竹一样是假装的呢？轩辕南萧没有那么深的城府，因为小时候发过一次高热，他的母妃因为地位低又不受宠，所以延缓了治疗，最后虽然好了，可思维却变得稍微有些迟钝。我想姜太后之所以选他当皇帝，肯定是有3方面的原因：一来是因为确实没得选了，二来是因为他的身后没有人撑腰，再有就是因为他的这份迟钝好控制。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说到变了一个人，两人同时脸色一变，将这些日子京中内应捎来的信息细细梳理一遍，立刻就从中发现了端倪。这个轩辕南萧登基之后，就不停地斩杀朝中重臣，还不断地增加税赋，好像在拼命地让东离国陷入水深火热一般。而且他还暗中跟纯太嫔、厉太嫔走得很近。这么一梳理，两人心中有个答案隐隐呼之欲出。对视一眼，轩辕锦顿时脸色一沉，立马给京中的暗卫去信，让他们仔细调查这其中隐藏的猫腻，并速速汇报。若事情正如我们两个所想的那样，这个京城我们必须回去。只要不危害到东离国百姓，他可以容忍皇兄父子内斗，但是他不能容忍有人来窃取他们轩辕家的江山。苏沐雪也非常赞同，内斗归内斗，但是绝不容别的国家插手自己的地盘，誓死不当亡国奴。原本两人还只是猜测，当站在城墙上看到朝廷派来的镇北军将军时，两人同时面色一沉。那个叫王长胜的将军，虽然看起来长得跟东离国人很像，但是跟东方玉等打过交道的他们，一眼就看出这个是镜花国的人。我们阳城关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，这些人是从哪里进的京？除了阳城关，还有唐运守卫的雍城关，那里虽然不如阳城关方便，但是可以绕行进入京城。这个唐运想死吗？竟然放别国的细作进来！要是我猜的没错，当初京城里的动乱就是镜花国搞的鬼。他们利用内乱，让皇兄父子自相残杀，又让轩辕玉珠这个自以为聪明的蠢材引狼入室。等轩辕玉珠杀了皇兄跟轩辕锦书，然后他们再杀了轩辕玉珠，最后再推轩辕南萧这个他们的自己人上位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大肆斩杀朝中大臣和军营将士了。一是怕暴露，二就是为了要安插他们的人。这镜花国竟然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让东离大半江山落入他们的手中，真是好歹毒的计谋啊！要说轩辕老儿父子俩也是够蠢的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，最后还把江山都拱手让人了。我想这里面少不了当初镜花国送来的那10个女细作的功劳。现在想来，这镜花国为了能拿到东离江山，真是煞费苦心呀，从那么早就开始在筹划了。立在城墙下的王长胜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被识破，他望着城墙上的男人，心中暗道，不是说锦王中毒连床都起不了了吗？
怎么如今看起来好好的？难道传闻有误？看来得好好查上一查，然后将情况报给上头的人才行。锦王爷，圣上让你开城迎军都不敢，难道真想造反不成吗？既然你们都打着镇压叛逆之名过来，那我轩辕锦就算反了又如何？不要啰啰嗦嗦，要打便打。锦王，我承认你打仗很厉害，我王长胜不会傻到跟你打。我只需要把这小小的阳城关困上几个月，到时候没有粮草的你们，还不是就会主动投降吗？王将军，你这镜花国人倒是把我们东离国语言学得很流利吗？学了多久啊？学了……锦王妃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什么镜花国人，我是堂堂的东离人。心道这个锦王妃真是太狡猾了，差点被他牵着鼻子走。看来一会儿要小心应对才行。没有让他把身份自曝出来，苏沐雪眼中闪过一丝遗憾。那是我误会了，王将军说的也是，我们东离国的子民长得好，又聪明又知书达理的，哪像镜花国那帮狗杂碎，长得挺有创意，活得挺有勇气。丑不是他们的本意，完全是老天在发脾气。老天不止发脾气，还让镜花国人在人类进化的时候躲了起来，这才让他们长了一副类似人的样子，却没有人的心肝，所以都不能称之为人了。你说我说的对吧，王将军？苏沐雪小嘴巴巴，声音又大又响，直骂得王长胜握紧手中大刀，有种想砍死他的冲动。偏偏他还不怕死，天真的歪着脑袋追问：王将军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副吃了屎的表情？莫非你对我的话不认同？还是说你跟镜花国的人有渊源，见不得我这么骂他们？秦王妃，你不要岔开话题，现在在说你们阳城关的事儿。你们若是投降，回京或许还能谋求一线生机；若是拒不受降，那我就围了阳城关，让里面的人全都饿死。哦，那你围吧，最好围上个1年半载的，看我们会不会饿死。对了，要不要我们打个赌，看看到时是你先死，还是我们先饿死？无知妇人，狂妄至极！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来人，把阳城关给我围起来，蚊子都不准飞出去一只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忍多久。各位将士们，你们是咱们东离国的男儿，长点心眼吧，看清楚你们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，可千万不要让镜花国的狗杂碎指使你们将刀口对准自己人了。原本听着王长胜指令围城的将士们，顿时不由得停下脚步，眼神迟疑地看向这个胜任不久的将军。面对众人猜忌的眼神，王长胜气到吐血。你们休要听那女人胡说，我就是东离的人，他是为了不让我们围困阳城关，所以才想出这条毒计来挑拨离间的。是吗？那请问王将军，你是东离哪里人呢？能麻烦你说一说你的家乡话吗？毕竟这20万大军里，说不定就有许多你的同乡呢。王长胜被他追问得额头冒汗，毕竟学一口流利的东离官话就费了他好多时间，哪还有更多精力去学方言呢？本将军是京城人，当然只会京中官言。是吗？既然是京城人，那你从小在哪里长大？住的又是哪条街哪个胡同？门牌号又是多少？周围的邻居都是些什么人？他们叫什么名字？麻烦王将军都一一道来吧。王长胜被他一连串的逼问，问到冷汗都出来了。锦王妃，我是代表圣上来讨伐你们的，没必要回答你这些问题。哼，是没有必要，还是回答不上来呢？王将军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个所谓的王将军，你听着，本王妃不知道你在镜花国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们镜花国的君上杀我东离国将士，还妄图掌控我东离国的计划，本王妃已经知道，这事我不会这么算了，用不了多久，
我就会带人去踏平你们的京都，让你们的国人也尝一尝真正亡国奴的滋味。本将军不知道锦王妃在胡言乱语什么，不过就算你再巧舌如簧，也改变不了本将军要围困阳城关的事实。说完赶紧转身，不再跟苏沐雪对话，免得多说多错。苏沐雪与轩辕锦站在城墙上，看他落荒而逃的身影，笑了。今日虽然没有当场将王长胜揪出来，但经此一闹，他心中势必会乱，只要心乱，就不愁不露出马脚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距离苏沐雪挑拨镇北军的事情就过去了1个月。事情也的确如苏沐雪料想一般，他先前那番话确实在镇北军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一些原本就不满王承胜空降的将军更是暗中留意其他的行动来。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叫林毅的都尉，更是暗中仔细观察起王长胜的各种举动。林毅是前镇北军将军钱鹏手下的兵，对于这个老将军他一直很钦佩，钱老将军也很赏识他，原本还想等有机会升他做校尉的。只是还没等到那一天，这个王长胜就来了。自从他来到军营没多久，老将军就莫名其妙的暴毙，然后圣上竟然下旨让王长胜当了将军。对于这个空降来的人，当然会有很多人不服气，尤其是几个跟随老将军的副将，更是不听他的调遣。只是没过多久，那几个副将又莫名的消失了。林毅是个很机灵的人，察觉到不对的他立刻低调起来。虽然心知老将军死得蹊跷，可王长胜身后有圣上撑腰，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校尉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足足跟了1个月，这才截获到一封去往京城的信。林毅虽然看不懂信中内容，但总觉得里边有猫腻，于是在一个巡夜的夜里，找准机会往城墙上送了封密信，约轩辕锦在城外10里坡见面。参见景王，参见景王妃。你就是林毅？末将正是镇北军骑兵都尉林毅。说吧，叫我们出来有何事？回禀王爷，这是末将前些日子截获的信件，里面有关于您的事，还有一些末将不懂的什么计划，只是直觉感到有些不妥，所以特意约了王爷，想拿来给您过过目。林毅上前一步，恭恭敬敬将手中书信递到轩辕锦手上。轩辕锦接过一看，是王长胜写回京城的书信，上面大概内容是说他已查清轩辕锦中毒快要身亡的消息是假的，还说他们的计划已经被发现，要京中的人快些想对策。这应该就是林毅不懂的地方。信上还有请示，说为了不让计划外露，王长胜想尽快灭掉阳城关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屠城，所以他申请从京中调集火油过来，竟然想火烧阳城关，真是好歹毒的心。看来都不用京中再查，他们就已经能确定朝廷中那个皇上是个假的。